你说了啊？闭上你的嘴！哎，都出关了，没关系，采取人安路了不起！啊！我在赌场混了20几年，见过不少人输钱就有输的最潇洒，当你100块给你当月费，够意思吗？怎么样？哎，又有本钱了！喂，先生你不能再进去了，不然的话连内裤都会输掉的。现在全世界最火的 APP 是哪一个呢？说实话，我觉得就是 Polar Market。Polar Market 的现在日交易量已经快冲到数亿美金，它已经是在美联储那边拿到了 CFTC 的合规许可，重新杀回了美国市场，连纽交易所母公司都砸了20亿进去，这已经是主流金融的玩物了。但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玩，或者一玩就会亏钱。没关系，今天呢，我就直接把它底层逻辑、实战策略、如何参与拆开来讲。首先，兄弟们要搞清楚 Polar Market 到底是怎样运作的。很多人说这是赌博，那我告诉你，这其实不是赌博，叫做未来的预测投资，或者是交易未来。在这里，你买的不是某家公司的股票，你买的是一个结果，比如谁会赢得本届的世界杯，美联储会不会降息，今年人类能不能登上火星，甚至未来5分钟比特币的价格会是多少，这些通通可以在 Polar Market 上进行交易。它的逻辑非常简单，就是是或者不是。每个份额的价格永远会在1到99之间波动。如果你看准，结果成真，你手上的这一份就能直接兑换成1块钱美金。打个比方，我在比特币未来5分钟是涨还是跌的页面上去选择比特币在未来5分钟可能会进行涨，那我这边只需要去买入具体的金额，那最终我会赢得到。就如果这个预测结果我是赢的，那我最终可以得到就这些数额。但如果你预测失败，你投入的钱就没有了。很多人听到这里觉得这还是一场彻彻底底的赌博，但是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角度。因为信息永远是 Polar Market 制胜的关键，你在网络上去搜索信息可能不够快，不够及时，你看到的消息已经是别人看完整理后的版本。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说， Polar Market 上大家看到的真实买盘会不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结果？至少在 Polar Market 上交易的各位都是拿着自己的真金白银参与进来的，应该不会有人是为了要亏钱来玩这个预测市场的吧。我们举个例子，美联储降息，虽然大家都知道现在降息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战争一买，油价时涨时跌，通胀问题都会让美联储陷入保持利率不变，甚至升息以应对通胀危机。那反映在预测市场的数据就是美联储在下一次利率决议上维持不变，还是说升息，还是说降息，大家就会纷纷拿钱去投不会降息、维持不变的这一个选项。那我们也知道它一共有3个选择，是降息、升息、维持不变，3个结果呢会占到100%，也就是所谓的 Polar Market 上，就 Polar Market 是预测市场维持的那个数值1啊。如果这个时候市场上通胀问题很严重了，美联储会议上多次提到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案变成升息，那是不是你可以第一时间透过预测市场上的买盘来判断这个消息是否释放？我是这么想的，对于我来说，它不仅仅是预测市场，更像是提前释放信息的地方。那怎么参与进来呢？你需要一个 Google 账户，或者是我们的 Web3 钱包。我们这里其实不太推荐 Google 账户，因为在使用 Google 账户进行登录的时候，它会自己生成一个钱包地址。但是你清楚的是，这个账户是你的，但是钱包地址并不是你的。我们在这里你就推荐使用到 OKX 或者是 MetaMask 都可以，在这里去进行一下确认。请记住啊，你需要将当前的梯子切换成为香港，因为目前来说的话，只有香港地区或者是韩国等可以预测。但我们正常使用的日本、台湾、中国大陆、新加坡等等节点都没有办法使用。那我们这边在进行登录好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充值了。充值点击一下右上角，可以使用到 Crypto， 也就是加密货币。账户当中有，如果我们绑定的钱包里面有钱的话，它可以自己识别出来的。或者呢，你可以使用到 Crypto， 也就是其他链上的转账，或者是交易所进行转账，支持的话也比较多 ，Coinbase 目前就只支持 Coinbase 啊。那或者是自己的 cash， 也就是自己的钱啊，那可以使用到 card， 或者是 Apple Pay， 或者是 Google Pay。那这个的话，依据自己的个人要求。但这里有个重点，很多新手不知道，你不需要等待结果出来才能卖，你可以在结果出的过程当中就卖掉你持有我们称之为预测仓位的那一个。我们举个例子啊，我自己对就是篮球会感兴趣啊，那我就选择 NBA 板块，那骑士和活塞这场比赛。在这个场比赛当中的话，一共有2个问题啊，大家其实也可以注意到，为什么骑士和活塞一个40一个60亿？我们都清楚，预测市场不是要满足 x 加 y 等于1的这个概率吗？那要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Polar Market 它是一个交易平台，它需要收取一定比例的交易费。如果市场认为某个事件的真实概率是50大50，就是50和50平分嘛。但由于每一笔买入都需要支付手续费，用户为了保证回本并获利，愿意以略高的价格，也就是提供略高的手续费成本买入，最终
，Yes 的价格如51美分和 No 的价格50美分合计超过了1美元，这多出来的1分钱实际上是平台和做市商的潜在收益。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说在过程当中就可以进行售卖了？你仔细听啊，我觉得其实赢面很大。虽然现在市场上概率是40%骑士会赢，60%活塞会赢，但可能因为一则消息，活塞队员就主力球员谁谁谁因为伤病没有办法上场，那这个时候呢，市场会提前反应，也就是预测市场会提前反应这个消息，那骑士赢的概率就会上升。但是呢，我在40美分的时候就已经买了一手，我们把这个称之为一手。买了一手之后，因为我刚刚已经提前释放那个消息，对不对？就是说活塞主力球员没有办法上场，然后骑士的赢面会变大，那它就有可能会变成60%，因为它赢的概率会变成60%嘛，然后对应的活塞的概率会变成40%。为什么？是因为活塞有主力球员不是没有办法上场嘛？我们就假设嘛，有这样一条消息，然后你刚刚40美分买入的已经变成了60美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进行到售出。售出的时候需要遵循订单部的最新价格，这里订单部最新价格应该是多少？应该是59。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在得知活塞主力球员没有办法上场，因为受伤的情况下，骑士的胜率呢已经变成了60%，而活塞的话变成了40%，你就把它这个就是这两个数字对调嘛。那当然对调数字的话只是我的一个假设，那当然有可能变成50%，当然有可能变成70%，这个取决于什么？主力球员到底伤得严不严重，能不能上场，主力球员是谁，是不是他们的当家球星等等这些问题啊。所以我们就假设一个，就现在活塞呢变成40%，骑士变成60%，那对应的订单部的价格的话，它就不会像是大家所看到的这一个价格了。也就是说，大家看到现在是39美分，对不对？啊，不对，应该是59美分，因为骑士的胜率不是变成60%了嘛，所以它对应的价格就变成59美分。那59美分，如果你要去进行 sell 的话，很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成交，可能要卡单或者是要等待很久。那如果你想要先于订单部快速成交的话，你可以把当前的价格更改为，比如说59更改成为58。当然58也是因为下方有这个单子存在所以也需要等。但是它会先于59那笔订单快速成交。这个其实跟阿尔法是一样的道理啊，就刷币安阿尔法的时候呢，也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买入的价格比市场订单部的价格更高，所以你的订单会快速成交，不会卡单。你卖出的价格比市场订单部的价格要低，那你的那个卖单也会更快速成交。这个道理的话，你刷阿尔法你应该是知道的。那我们将视线再次拨回到预测5分钟比特币涨还是跌的这个市场当中。那很多观众会说，我只要看 K 线，在币安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观察 K 线，它就大概你其实也能猜到，因为5分钟时间还相对来说比较短嘛，那我就可以知道，它是涨还是跌。不是，这里呢会涉及到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如何把亏钱效率压缩到300秒，也就是5分钟。因为玩预测市场70%的人都是会亏的。那 Polymarket 比特币5分钟涨跌市场其实就是给你5分钟窗口，让你判断它在到期时是高于还是低于起点的价格。如果你买对的话，那就会给到你就是对应的赔率；如果你买错了，你投入的钱的话就会归零。那重点是它并不是看你币安 OKX 或 Coinbase 里面看到的比特币价格，也不是看交易所 K 线怎么收，它看的是 Chainlink， 就是 BTC 和 USD 数据流。Chainlink 的话，它是预言机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那规则也很简单，就是到期价格大于或者是等于起点价格，那么就是视为涨，也就是 up 赢；如果低于起点价格的话，就是 down 赢。也就是说，平盘的话也算是涨。那我们再对应的来到这里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就是涨和跌嘛，现在是7点55分段涨和跌，但是它平就是说如果它和当前锚定的价格是一样的价格，那它也算为涨，其余的话都是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篇文档。我还是很建议大家就花点时间去看一下这个的那很多人认为自己在猜测BTC 涨和跌更准确的说，你是在猜的是 Chainlink 上在5分钟的起点和终点分别给出什么样的价格，只是说预测这一个结算的规则。
那为什么它不是普通的预测市场呢？因为有个很迷的叙事啊，叫做群体智慧。比如说预测大选、战争、利率、宏观数据，不同的人拿着不同的信息进场，用真钱来判断，就是表达我们的判断。但是5分钟涨跌市场不是这么回事，因为5分钟太短了，短到新闻还没有推送完，账户已经给你优先解释了。根据数据显示啊 ，Polar Market 5分钟上线之后呢，2周内成交量就已经超过了15分钟市场。15分钟也是比特币预测市场啊。那在这一个期间当中，产生约23亿交易量，然后接近15分钟市场7.95亿的3倍。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其实现在更爱快钱，就是不爱预测。我们很多人玩就预测啊，他肯定是想赚快钱的，他不是说我要预测这个结果要等到明年，就他可能是说今年那个美联储会不会降息，你不会要真等到几个月之后吧？大家肯定都是爱玩快钱，那我自己肯定也是。然后谁在里面赚钱，谁在里面交税费啊？因为在这个市场当中，最常见的误会就是只要我胜率超过50%就不能赚，不就能赚钱？不是，因为你买的不是一个公平的硬币啊，它会收手续费，会跳价，会延迟，也可能让你买到不想要的价格。如果你看到 up 是50%啊，点进去之后呢，你可能变成55%了。当你以为自己买到了便宜价格，但真正成交的时候价格已经变了，那就包括我们停留在这个页面上停留一会儿，你也会看到这个价格已经就是在上下浮动的。你买入看到的当时可能是5，现在已经变成11，变成16、28。你怎么知道你买的一定是便宜的价格呢？ Polar Market 官方文档显示，Crypto 市场会收取持单手续费啊，这个费用的话不是简单的固定比例，而是跟你成交的价格有关。如果越接近55开的话，摩擦就会越明显。如果按照他的说辞的话，就是说100份 Crypto 在交易0.5价格成交时，手续费的话是 1.75 USDC 啊，听起来不大，但是5分钟一局啊，频率一高就不是小数。更何况手续费的话只是第一层，还有价差、延迟、交易失败，以及最后几秒突然之间跳一下价格。那再看一下玩家结构，根据数据显示啊，5分钟或15分钟市场里，自动化地址贡献了55%到62%的成交量，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使用什么 OpenCrowd 啊、小龙虾或者是各种 AI 交易机器人。所以很多时候在市场上撮合订单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什么成交单、市场订单部的，不一定是真人啊，就可能是机器人。5分钟市场当中约有就是6189个机器人产生了5600万笔的交易，而43898个普通地址只产生了16.6万的交易，所以你不清楚跟你交易到底是人还是机器人，你也不知道买你手里筹码的是人还是机器人。那也不代表就机器人一定赚钱，也不代表散户一定被割，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个纯靠手点鼠标互相猜涨跌的地方。你入场的时候呢，可能对应的就对面了，不是一个散户，而是一套程序。那还有一句很熟悉的话，就是我就玩一把，我试一下嘛。问题，这个预测市场最擅长惩罚的正是感觉和自信。所谓高胜率策略，到底要怎么验证呢？因为在市场当中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胜率解读。有人说自己胜率80%，听起来很猛，那他亏钱的时候呢，他永远不会告诉你。因为在预测市场当中，80%的胜率的话，有几个参考条件：你是什么时候买的，什么价位上去买的，有没有扣手续费，有没有算延迟，有没有算成交，有没有 Chainlink 的结算加回测，有没有拿最新的数据验证。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那80%我都可以说我100%的，我只要做一次猜对一次，我就100%。所以回归到视频的最开始，也是我们本期影片的中心部分，到底预测市场要不要进行参与呢？为什么我们要在本期视频的开头放一段陈百祥演过的那期影片呢？那其实会有4个建议啊。建议1就是挖掘冷门市场的降维打击，这是新手比较容易犯的错，就是可能他会挤那些大热门，比如说谁会当美国总统啊，全世界都在盯着，那你们根本就没有优势。想要赚钱的话，就要去那些没人管的冷门小市场，找那种你有认知偏差的地方。如果你是体育迷，你就去玩体育，就像我懂篮球多一些，那我就看篮球板块。那如果你懂某个国家的政治，那你就去玩政治。如果你是电影科技迷的话，你就去玩一些 AI 模型或者等等。只要你知道的比别人早，你就能够收割全场。比如说你在某个地方听到的新闻，或者是某个行业的内部消息，在 Polar Market 上信息的话，它就是真金白银。建议2就是当个反向怪，专治各种恐慌。当那些吓死人的头条新闻出来时，大家都会慌。比如说地缘政治紧张，或者是川普又开始乱讲话，
市场价格呢会瞬间暴跌或者是暴涨，但说实话，大部分时间内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但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便宜的筹码，等大家冷静下来，天下太平，你就会收钱离场。建议3，去找那些快要出结果的局，因为快出结果感觉利润不大，但仓小也是肉，你要摆清自己的位置。你来预测市场呢，不是预测赚的钱，就不是赚预测的钱，应该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为了预测市场承诺的未来空头。多做一些交互，在不亏的情况下，是不是一个好方法呢？当然，你也要注意到，这个世界上没有100%确定的事情，即使是快出结果了，也仍旧有黑天鹅事件会发生。策略4，这是属于高阶玩法，相信很多观众也应该有听过，就是无风险套利，白嫖平台的钱，这才是真正的技术活。不过呢，仅供参考，因为我自己都还不太懂。有时候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平台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你分别在不同平台买入对手价，但不管结果如何，你最终呢一定会拿到1块钱。这就是稳稳的利润。我换个名词的话，你可能会更懂一些，那就是账户对冲。归根结底，千万不要上头。讲到这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还有众多新人福利。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如果还没有 Gas.io 的账户，可以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在注册的时候，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专属邀请码，这样你可以获得20%的终身手续费返还。Bybit 交易所现在新用户注册满手优拿到爽，一鱼多吃福利多。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同样，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为什么呢？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通过简单的参与，比如说转发帖子、关注，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那这些积分的话，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